嗨，大家好，我杰夫。我们今天来趴，今天这集呢，又是一集干货的教学。这一集我们请到我们骑兵乒乓的陈教练，分享一下算计。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立马开始。每次练完球，拍面都会脏脏的，该怎么处理呢？市售清洁剂太大瓶，携带不易，使用时泡沫忽大忽小，总是不顺畅。为了让球皮延长使用寿命，我与研发团队耗费近1年的时间研发，全新推出首款球皮清洁剂，经数百次的粘性皮、色性皮的清洁测试，按压、擦拭即可完成，泡沫稳定不黏腻，手掌一摸立即恢复止滑感。2瓶一组，300ml 补充瓶可重复填充，搭配30ml的随身瓶，让你出门练球好期待。经测试300ml可使用超过1200次，用量超级省，100% 台湾制造，环保无毒，可回收，让你在球场上稳定输出，完美备战。快去下方点击购买链接，或在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高雄超人乒乓、骑兵桌球皆有贩售哦。我们今天目前是没有脚本的，他只告诉我2个字：算计。看你拍的影片啊，就是各种发球都有教啊。在比赛上的话，就是要怎么用这样。学这么多东西，你终究还是得上场跟人家打比赛。你有打比赛就会扯到分数，你的发墙怎么样去设计，你才比较容易做到机会，比较容易得分。我是发球方，我是主动的，接发球方是被动的。对，那对方接发球有一些什么手段，你应该要怎么办？我想要教大家一些就是打比赛的东西，就是想法上的东西。当然，就是打比赛，每个人有每个人方法，对，没有绝对的对，或者是说绝对的错，这只是我个人的心得这样。通常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啊，我们一上去站在场上，对面这个人啊，如果是你从来没有打过的人，去看他会什么，他不会什么，那你就要必须用你的发球去试探他。所以通常我打比赛的时候，我会用前面4到6个球去试探说，对方到底会什么，什么地方比较接得好，什么地方接得比较不好。OK， 他在接发球的心态上是主动的还是比较被动的？那你会喜欢先发还是后发？我通常会选择后发，9比9会是我。不小心9比9或10比8的时候换你发啦。我觉得我发球得分几率比较高的时候，我会希望对方先发球。那我们发球主要都是为了要让我好进攻。假设我们2个完全没见过面，你通常一开始会第一次发的这2颗，你会怎么选择？通常我会去发他正手位的短球，看他正手接发球怎么样。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你正手是会去接发球的。这个球呢，也没有说让我很难受还是怎么样，所以代表对我来说，这个球可以用的。如果是打到长 K 的对手啦，通常会以长球为主。通常我会发一些不是下旋也不是上旋的球，不管是长颗啊，还是短颗粒啊，还是什么 NT 啊。如果对方的打法是特殊打法的话，通常我是不会去发带有旋转的球给对方。那为什么不要发短球？因为我发短球给他，他是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准备的。你是可以接我2边的。打乒乓球啊，就是在打条件跟限制，你要去了解自己有什么条件，对方有什么条件，你应该要去怎么样去限制他的条件。我发第1颗球，你接帽高嘛，那颗是不转的，你会去想把球接低嘛，所以第2颗球我就会稍微发的转一点。通常我会发1颗不转的，我看他接的怎么样，我再决定我第2颗怎么样。接的太好了，我不知道怎么讲。好，那这2颗球，为什么我2颗球会发一样？因为我发第1颗侧上旋，你把球敲帽高了，让我很好上手。这颗球，在我跟你打比赛的这个过程中，我是可以拿你很多分的。我再给你几颗，在你还没有调整之前，你调整好我就会换了。在我的认知，你是没有办法处理好这颗球。通常如果是比赛，我找到这个球是对方接不好的话，有可能就先不会去发了。关键的时候我才会拿出来用。譬如说9比9、10比8。60万，我可能还会拿出来对付你，而且我还加了9比9的压力。我没有必要在开局或是中局的时候发给你接，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是比较没有压力的，尽量让对方去动着去接发球。
对，先去看他移动怎么样。对，因为打比赛脚步是很重要的。对，让他动着去接发球，他失误的几率也会比较大。那这一颗我吃到它了吧？它在移动中接发球是比较不稳定的。下一颗球我还是可以选择发这颗球，也要想另外一件事啊，就是他搞不好会，但是只是因为这是刚开始，他没有这么投入。如果他这个是他不会接的发球，我也可以不用这么急着发。对，我可以发一个相对位置的球去试探他，他正手接发球怎么样？再下来就换对方发嘛，2颗又过了，又换我的发球局嘛。那这时候呢，我就会去试试看说，那他接左右拳接的怎么样？这个球我发触网嘛，这个球我发了一个中间偏正手的球，他选择去用反手接，所以我可以由此推论，他很依靠他的反手。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偷2边长球。他在这个2跳的时间这么快就站过来用反手接，对，我可以推论他早就设定好，他都要用反手接，他顾这么大的范围，一定是站比较靠中间的，他容易这边会有一个漏洞。第2颗我也可以选择去偷他正手长，也很容易偷得到。他这一块他都是想要去用反手处理的，表示他顾得很中间、很前面的。这一下突然是长球，他会做什么动作？我是不是让他判断上有一个误差，尽量让他判断失误，尽量让他动着接发球，尽量让他做不必要的转换，这样子我得分的几率会更大。开局就是要去试探嘛，不管是在发球上，还有接发球上，还有就是说你自己拉球打相持，你都要去多去试探。中局的时候，你可以打得凶一点。如果9比9的时候，我会用一开始试探得分的球来做9比9的发球吗？我一定是要发一个，我笃定他会大概接到哪个位置的球。我的发球抢攻这个战术成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就是你也不要想要一球发球就得分这件事情，你反而要去算的是他回来落在哪边，你比较有把握。通常你打到关键，没有人会想要当被动挨打的那个，得分的几率是低的。前面的发球、接发球去判断，大概现在在想什么。我也要考量到说前面几颗球他抢的凶不凶，我是主动方嘛，球是我发的，他有没有想要去上手这颗球？他现在是对他现在的想法是想要去控制，他是想要去先去上手？我要去判断这些都是条件，并没有说什么是绝对的对手。假设我跟玉群打到9比9的话，对。如果说你在关键的时候你发球触网，通常我们会去换一颗。比赛变化很多，就像刚刚陈教练提到，比分甚至对方的个性甚至对方紧不紧张啦，甚至对方脚步好不好啦，手感好不好啦，判断好不好啦，其实比赛有趣、刺激、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比赛，或者是你遇到的对手，建议你同一个动作在发球的时候，击球前动作长一样，击球后至少要有3种变化。你可能在比赛会比较有优势一点。那我们的发球秘技1、2、3、4、5、6集都有教你怎么做，大家可以回头去看那几集。发球抢攻要拿到分数，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必须要去判断对方他是判断上失误还是手上的失误，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去判断对方到底是他会接，他接失误，他不会接近，他不会接丢了，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你如果够理解球的话，你就会知道关键球你应该要怎么打。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教练这个算计的分享。我的球拍竞赛机已经正式上架了，在奇兵乒乓、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跟高雄的超人乒乓都有实体门市的贩售。如果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让陈教练知道，我们都会尽量回复你，好吗？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订阅分享，希望这集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感谢我们陈教练，谢谢，拜拜。